这是首款到手即用的公用对讲机，4瓦功率，5公里一按即打。大家好，我是云飞，又和大家一块来了解小米新出的这个小玩具了。这是小米的数字对讲机，有蛮多新东西，和我们以前常见那种对讲机还蛮不一样的，也许是最适合普通用户的共用对讲机。之前我们了解了插卡版本的这个小米网络对讲机，那么这次再一起来看看小米的这个共用对讲机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么两手掌还是一起来和我一起开个箱。好。又整了一个小米出的这个新东西啊，真无线的那个对讲机，就是上次我们不是弄了一个无线对讲的吗？就是无线距离的网络对讲机。然后这个据说是中国第一款数字对讲机啊。好，哎呦，整体很轻哎。那我们可以看到小米数字对讲机，然后已经接入米家 APP。看一下它的核心功能啊，数字调制、语音清晰、单薄机身、4瓦对讲功率、APP 写屏，支持蓝牙耳机位置共享、超长待机。好，电池容量是有2500毫安时。咱们做小米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还做的挺多的啊。这个我认为就是你也别说多极限的场景，就是出去玩的时候。还是可以整一个的，当然先看一下它到底怎么样一个表现，怎么用啊？哦，挺小的，就跟那个一个小的充气宝一样，然后这个可以夹，然后有一根小小的这个 A 到 C 的线，比较短啊。然后这个盒子里面就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就一个主体和一根线。那天线。开关、音量旋钮、显示屏、通话键、左键、右键、中键、扬声器、Type C 线说明书、背夹、Type C 口、拆卸背夹啊，这个背夹也可以拆下来的。好，看一下它整体其实还是比较小巧的啊，共用对讲。然后我们拧一下这个，就是直接开启我们的这个机子。关掉就是这样子，数字对频频道，我们可以看一下75啊，现在就是可以说话的一个频段，123、123、4、5、6、7、8，哦，这个还是非常给力的嘛，就是直接出厂就 OK 了。然后这个锁屏解锁，菜单看一下啊。对频方位图，看一下有方位图，这个还要连接 APP 啊，我们来连一下 App 看一下，123，啊，这个声音太小了，看一下123，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现在就已经连接了 APP 了，连接了 APP 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方位图。但是它这里还是写的连接 APP 查看方位图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方位图是啥意思啊？它该不是还要下载小米对讲机的 APP 吧？它是确实需要下载小米对讲机 APP 啊，我来下一下。然后这是2个运动对讲机，然后我们添加一下数字对讲机。共享位置，它在连接小米对讲机 APP 之后，然后在 APP 里面开启这个共享 GPS 信息，然后这个对讲机它就有了我们手机的这个 GPS 信息。这样的话，它在对讲的时候，它就直接有了我们的位置信息，然后对方也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就可以看到彼此双方的一个信息了。这个还是挺巧妙的一个设计。看一下它这个高级功能里面有什么啊？免按键通话。1234，就是我们说的话，它自动就把这个声音对过去。1234，这个免按键通话还是有点东西的啊。
外观我就不重复了，我们直接来聊聊它的一些不同的点。首先，我们的普通对讲机它是分不同的频段，也对应不同的功率，然后在管理模式上也会有所不同。也就是以前大部分对讲机都是需要获取频率许可加电台执照的，而小米的这个功率在4瓦，频段是406.21到407.70 M 赫兹。以前是要取得无线电的使用许可的，但是25年国家出台了共用对讲机管理暂行办法，核心变化是新增了一个共用对讲机的一个类别，就不需要考这个操作证了，只需要办理简易的无线电台执照就行了。这个有些城市是可以直接在线上办理的，比如说我就在浙江省搞的，整个过程是只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然后就是等待你的这个证件到手，基本上使用门槛就非常低了，直接申请即可。然后就是要看地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线上搞定，这个要看具体的一个省市。然后有了证之后，那么接下来就要讲的就是它的一些功能了。我是只用过小米此前那个公网对讲，用小米的这个数字对讲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点。首先是它的这个对讲功能确实有宣传的这个5公里，实际测试在工作室是可以直接连到我家，这个距离是在3公里左右。虽然这个信号已经接近极限了，但是这个表现是在城市里面这种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 OK 的。然后在户外开阔地带的话，5公里它是不在话下的，就你买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就在一按，就可以在另一端出现你的声音，不需要网络，也不需要收费。你就会觉得这个无线电的世界真的是太神奇了啊！它的功能还有很多，我们一个个来讲。首先，它是数字对讲机，这个就不同于大家以前看到的那些对讲机，那个是需要比较专业的这个知识学习才可以操作，而这个它是直接到手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开机、对频、讲话，然后一些设置都很直观。我们这里要讲的是它的一些设计。首先，它是 FDMA 的数字制式，然后它的这个频道是加密对讲，数字信号传输语音内容，然后我们还可以设置接收方的 ID 和色码进行加密通话，所以组合起来基本上就不会重复。然后这也就意味着它和别的对讲机的系统是不一样的，和一般的对讲机应该是不能匹配在一起使用的，这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然后在对频方面，它是可以直接使用对讲机本体很方便的直接对频，只需要一边开启功能，然后另一边讲话即可。然后如果有多个对讲机，也可以直接进行对频，这是我能够想到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它也支持双频，也就是同时接收2个频道的电波。不过感觉开启之后，这个续航会有明显的影响。它还有这个设备自动上锁，避免误触。默认状态下，它这个上下键是可以直接调频的。一般无锁状态下按到就会误触，就会调到另一个频道。默认的话是1分钟上锁，建议可以稍微调短一点。也可以开启运芒进发，这个是默认的，然后也可以关闭。但如果遇到同时说话，这个就会没有声，会有冲突，所以不建议开启这个功能。单次说话的话，默认是1分钟，最多可以设置5分钟。然后它在这个设置里面也可以开启免按键通话，就是设置一个音量的阈值，在检测超过这个音量之后就会自动接通，在安静的环境下就可以用，但如果是在比较吵闹的情况下就不行了，误触发会比较多，这点需要注意。在我带出去使用的时候，我也发现它的屏幕亮度就还 OK， 能看到，但不亮就3个档位啊。在户外的话就还是有点偏暗，而小米的东西嘛，有一个更大的亮点就是一定可以连接 APP， 它在连接 APP 的情况下是可以开启经纬度信息，可以大概的看到队友的位置，可以往队友的那个方向去走。但个人认为这个功能应该整个单独的 GPS 上去，不然连接手机它还会增加手机的一个耗电，而且要带无线对讲的时候，环境一般都不太 OK， 手机也有可能会出现没电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是小伙伴的手机它没电了，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通话的质量。小米这个是做了降噪处理了，这个就还是很好的。好，现在我来给大家实际的演示一下它这一款这个小米数字对讲机，也就是它这个公用对讲机，它实际用起来到底怎么样啊？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数字频道，这是我们的频段，然后这里它一般是直接自动锁定的，要按一下这个解锁设备，因为它这里动一下，它这里这个频段就会变化，所以一般是得把它锁屏住。然后可以注意到我刚才这里锁定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名字的，是一个云飞。然后我在这里摁的话，就比如说我小伙伴现在已经走远了，浩哥，你说一下话。
好的好的。啊，要我说什么？你看这里，它这上面就有一个它的这个数字，就是在这个数字频段上面，它会有一个名字，就是可以，它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可以直接设置好对讲机的名字，然后这样一摁一说话，对面就知道啊到底是谁在说话，然后不需要去额外的分辨，哎，这个声音是谁的，这个就是有一个好处啊。然后它在菜单的这一块，它除了有这些对屏啊什么东西，它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方位图，就是你看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但这个功能它是需要我们的手机这个 APP 在线，就是小米对讲机 APP 在线，而且给了它这个位置信息。我觉得后面大可以加一个 GPS 啊，不然的话，其实就在户外的时候，手机应该是先没电的，手机没电了之后，它这个位置信息就用不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后面可以改进一下，因为现在我小伙伴就是爬山了之后，爬完了，然后他手机没电了，所以我现在直接这样摁，其实我是开启了这个位置信息的，但是在小伙伴那边他是看不到我的位置信息，因为他那边手机关机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位置反馈给我，也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后面有必要改进一下的。虽然说它现在的功能也其实蛮不错了啊，然后对屏、批量信息这些我其实就不需要太去演示，这个后面可以演示。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免按键通话。铁哥还不下来吗？快了，我现在先录一下。那比如说他现在这个手机关机了，然后这个对讲机在身边，就可以直接跟我们及时快速的进行一个沟通，这也是这类东西它一个用处之一，就是它整体的这个续航是非常长的嘛。好，我们继续回到它的一些功能。高级功能它这里有一个免按键通话，就是一般我们做一些运动的时候，或者说登山呀，或者户外运动之类的，有可能连手都不一定腾得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搞一个这个免按键通话，我们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是我们声音稍微大一点，它就会自动的切换到这个对讲模式，而不需要我们单独的额外的去摁这个按键，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处啊。但是这个你需要控制自己的这个音量，它才会比较好的传输过去。现在我说话就是一个比较高的音量了，但是在设置里面它是一个低音量，然后在一些比较嘈杂的环境里面它会自动触发，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那这就是它的一个功能。然后它可以选择这个蓝牙设备去连接一个蓝牙耳机之类的。那其他的功能像对屏啊，然后批量配置什么的，我可能要晚点再和大家详细的去聊。OK， 好，我们现在先赶回小伙伴，去看一下小伙伴到哪了。你现在在哪个位置了？我现在准备下来了。如果连接了手机，两边都有 GPS 数据的情况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离另一台数字对讲机大概5公里的位置啊，就是我在这边的青山公园，然后他在那边的这个清风公园。但是现在我们按下是连不上的，一方面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环境比较的复杂，然后我们往近的地方走一走，看一下它实际的一个表现，看看多近它能够连上。好，现在我们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点啊，就是在城市里面。城市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距离是大概3.1公里。3.1公里的话，我们是可以听到小伙伴在对面发过来的这个声音的，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然后浩哥，你说一下话。就是这个距离，这个信号已经是接近于极限的一个信号，就是能够听到我们说话是一个非常断断续续的一个状态。
奥哥听到了吗？听到了，你回一下。好，我们听对面的声音是听得断断续续，也基本上听不到太清楚。有可能是因为在城市里面，也有可能是今天的这个天气不大行。所以说，如果是在城市里面的话，极限的5公里是达不到的啊。现在3.1公里，它这个信号都是比较的危险。然后待会我们继续推进一下，看看到什么样一个距离可以比较稳定的接发这些信号。然后浩哥，你收到回复一下。所以你刚才听我说这些话，你听清楚了吗？还是说断断续续的？好，那边应该是听不清楚，那我们继续往前推进一下。好，现在我们是到了离小伙伴也就是新丰公园2.5公里的距离，然后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声音表现是正常的且 OK 的，而且我这边是比较吵的一个环境，大家可以听到嘛，然后后面有车。然后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就是小伙伴听我的这个声音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因为它有一个降噪的算法在里面嘛。然后浩哥，你可以说一下话，让我这边也感受一下你那边的声音质量。好的好的，123，现在声音怎么样？这个环境没有那么多。OK， 这个质量应该是挺不错的啊。然后对讲机嘛，肯定会在意它的一个外放，实际体验下来就还是很给力了。音量开到最大的话，它声音是很大的。好，现在就是最大的声音就是大概这个响度，我个人认为是非常足够的。然后在使用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你的发声需要尽可能的就是这样靠近对讲机，这样才是它最大的一个声音。不然你离得远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声音开到最大，它也是听不清的。而在实际使用中，它这个圆润的外观加大按键，其实在握持的方面就还是很舒服的，加上这个可快拆的一个设计，整体的使用就还是挺不错的。我在这补充一下它的续航啊，我目前就还是没有完整的带它去外面爬山、徒步之类的，但整体感知下来，应该续航正常使用的话，应该在3天以内。而且我遇到了偶尔电量不准的情况下，就是你看它电量还是有挺多的，但是用了一会儿就发现这个电量一下子标红，这个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充电是我们的 C 口供电，也可以边充边用，这个很好。然后它的防水等级是 IP54。也可以连接蓝牙耳机，使用场景就更丰富了。但我要吐槽一个点，就是这个共用对讲机是出来的比较新嘛，是目前一个新产品。然后现在小米社区里面，它其实这个客服的数据它就不太完善。比如说我们去申请执照的时候，问一些需要的东西，它基本上一问三不知。然后，在这个客服里面，它也没有一个详细的这个操作说明。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就是优化一下这个流程的。然后关于上面提到的 APP， 其实除了小米对讲机这个专用的 APP， 它还支持米家直接连接，但米家连接的话，它的这个定位功能就缺失了，就还是有点小遗憾的。总的来说，这台小米对讲机确实让对讲机的这种原本门槛挺高的设备变得更加亲民了。从上手的操作到功能设计，再到和手机的智能联动，都延续了小米一贯的这个思路，就是把复杂的东西做的更加简单的可用。这是对很多第一次接触无线电的人来说，它也许不是最专业的那一台，但一定是最容易上手的一台，这将是你们迈入无线电圈的一小步，也是发现生活乐趣的一大步。无论是徒步、露营，还是和小伙伴分头行动，有这样一台在手里，沟通这件事情就变得既直接又多了一份浪漫。尤其是在没有信号的地方，它是门槛最低、最值得尝试的那一台。后面我们也可以借此多了解无线电的知识，然后考个级，去探索更多人生的可能。那么，我是云飞，保持思考。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